奚志農，中國野生動物攝影第一人。40年来，他用影像切實推動着中國生態保護的進步。他把在大理的家改造成一座自然影像博物馆。我来到這，和他聊聊這份他認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。我看到您這個是中國第一座自然影像博物馆，有第二座嗎？应该也沒有吧，這也是唯一的一座。沒有人做，我就把家改成了一個小小的公共空間。剛剛是4周年嘛，對，幾十年的野生攝影裡面最經典的一個小小的縮影。1992年到1994年，奚志農6進白馬雪山拍攝滇金絲猴，這是世界上最早有人拍到這種瀕危動物。當年你是怎麼追尋到滇金絲猴的？不到30歲啊，保護區派了一個車來接我，從昆明到德清，開車要3天。下了車之後，走路又走了2天。92年的11月份，我到了營地，已經下雪了，只看到猴糞，哪找得到猴子呀？待了3個月，還是沒有找到。拍風景嘛，拍植物，拍鳥類。3個月後，說他們找到猴子了，讓我趕緊去。我們3個人呀，又開始去找了將近1個禮拜，把那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已經走了一個遍。當時在翻一個最後的一個山，我們在那個溝谷發現了猴糞，當時那個幾乎都貼到猴糞上面去仔細去端詳，體力透支到了極點，沒有任何鬥志了。結果那個時候好像打了一針強心劑。對。平時我們爬那個坡可能得要半個多小時才爬得上，那天幾乎是跑着上去。猴子的聲音就越來越輕，看到一塊突出的石頭，把我的外衣脫下來，墊在石頭上，再把攝像機放到上面，趴下來拍。當時我都捨不得多看一眼，我得讓攝像機看到啊。這個事情後來就是改變了你的命運。是，後來發現有一片林子要砍，裡面有滇金絲猴，我不得不出面。滇金絲猴保護這個事情呢，也可以說是在中國的自然保護史上的第一次自下而上的保護，是民間發出聲音嘛，媒體參與，領導重視，最後把這個問題解決了。對我的影響的話，我不能在林業廳再待了呀。你成了一個導彈分子了。1996年，奚志農加入央視東方時空，並將目光投向了藏羚羊。1997年，他深入可可西里無人區20天，制作出第一個全面、真實展現藏羚羊盜獵現象的紀錄片。到了東方時空之後呢，我自己想各種辦法要去拍藏羚羊嘛。97年的時候，我到了格爾木呢，世界盲人隊剛剛在那之前破獲了一個盜獵團夥，然後把盜獵分子的那些藏羚羊的皮、個別的頭骨也拿回来了。太陽升起來了，直接照下凝固的血呢，在溫度的作用之下呢，一滴一滴的順着藏羚羊的那個頭顱滴下来。那我的攝像機就在記錄這樣的一個近景。後面寫的文章呢，就叫我的心在滴血了。到了98年的6月份，在阿爾金山深處的那麼一個藏羚羊被獵殺的慘景，那我能做的還是拼命的記錄。我也幾乎是算是最早深入到青藏高原的深處去和当年的巡山队，和他們一起工作。這是巡山的時候和生命樹的多傑書記，就是他的原型。我坐在他的副駕。當時的這個盜獵是很猖獗的，非常猖獗。到今天呢，已經沒有盜獵分子。影像在藏羚羊保護當中呢，也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這也是我們的這個 slogan“ 影像保護自然”的由来嘛。對，你原來主要是拍野生動物，到後面才開始保護野生動物，是吧？這兩個事情是分不開。我又沒有學過攝影，童年的那樣的一種環境呢，對於自然啊，對於鳥有這樣的一種天然的愛好。我的野外生涯從1983年開始，就因為那樣一個機緣巧合呢，我才接觸到攝影。因為當時剛剛動物世界開始有科教片，那攝製組哪有拍動物的經驗啊？所以拍的都是控制起來的動物，就覺着
為什麼要這樣？對。所以我說算了，我把攝影學會吧。我要拍自由飛翔的鳥，就是這麼一個樸素，甚至有一點衝動的想法。一拍就拍了這麼幾十年，最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工作——野生動物攝影師。你說這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？对啊，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。2010年的元旦的早晨，在青藏公路上升起的陽光，把我鏡頭前的藏羚羊打亮，背景呢正好是正在緩緩沉下去的一輪明月，那是我最美好的一個新年禮物。2000年，我第一次去拍綠孔雀，黃昏的時候，但是一只公的綠孔雀從遠處的一個山頭，拖着長長的尾羽，我用望遠鏡看到，守候雪豹母子。你想，剛剛開始的幾天，我每天要爬600米的垂直海拔，從4000米要爬到4600米，隔着一個70-80米一個流石灘，和雪豹媽媽每天四目相對，這是多麼令人難忘的經歷。我常常我也在想，我是何其幸運，在我的成長的整個歷程當中，能有這麼多的機會，在不同的海拔，在不同的生態區去追尋不同的物種，去見過最壯麗的風景。所以呢，我覺得這個幸運不能是我一個人獨享，對不对？因為我是攝影師，才有這樣的機會。我要做的，那就要把這一切記錄下來，對，讓更多的人知道。全身心的投入，就離開東方時空之後嗎？98年，那個時候已經有家庭有小孩，那小孩99年出生的呀，在那段時間裡面，幾乎就是石老師的收入在支撐。對，當時他在世界自然基金會嘛，WWF。一方面是石老師的支持，另一方面就你的決心真的還是很大的。那很多人就是原來也有志向，无非就是趟不過這些事情就認了嘛。對於中國的這些，其實幾乎是你一個人這麼多年來在默默的在做這些推廣的事情。20多年前，自由的攝影師可能就我一個吧。我那個時候的學習都是看動物世界，進了動物世界以後，做牛做馬都願意。到今天呢，全民攝影的時代，一個年輕人，你想拍個小片子，一個人就是一個電視台。中國的野生生物攝影聯賽做了6年了，那參賽的人多嗎？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。國外的攝影師參賽的還蠻多，不斷的有中國的攝影師在得獲獎。我們在傳統媒體時代，我們也報道您；到今天自媒體時代、互聯網時代，我們還是報道您。您的工作也沒有變，我們的工作其實也沒有變，只是載體發生了變化。大衛·愛登堡最近不是剛剛100歲嘛？他也說我是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，但是他比你多一句話，還有人為此付錢給我。到99歲的時候還在工作嘛？我們也可以，剛剛100歲你還在拍，我還來採訪你。因為我也很榮幸啊，來繼續講中國野生動物的故事。